中共官媒报道显示，中共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可能已换人。这个掌管中共人事的要害部门，在部长级别的石泰峰和李干杰对调之后，短短3个月再经历人事变动。难道这波人事调整是为2年后的中共21大提前布局？50后已迈入70岁，现在中共体制内提拔了一批70后，他们会选择哪一派？或许不想属于任何派别。他们为中国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变化？让我们一起探个究竟。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米兰。中共官媒新华社8月3号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陪同他的只有中组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慎怡琴，而2023年、2024年连续2年都有作陪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姜信治，既没有出现在报道中，也没有出现在合照中。对比往年的照片，原本姜信治的位置现在坐着中组部另一名副部长黄建发。姜信治1958年2月出生，现年67岁，曾任中共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甘肃省委常委秘书长、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5年12月任中组部副部长，2017年11月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晋升正部长级。2023年3月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副国级，并继续兼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姜信治自2015年12月至今，在中组部任职近10年。姜信治未按惯例现身北戴河，陪同蔡奇会见专家，是否意味着他已卸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改由黄建发接任？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按照中共惯例，67岁副国级的姜信治已超过正部级官员退休年龄65岁，退休也属正常。黄建发现年60岁，来自福建邵武，长期在地震局工作，曾任福建省地震局局长、中国地震局赈灾应急救援司司长等。他还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浙江省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23年3月任中共中组部副部长。2025年7月1日，中共官方报道称，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不再兼任新疆党委书记，另有任用。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陈小江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中组部协助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在新疆干部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这是黄建发首次以协助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的身份现身。2025年2月，蔡奇会见老挝外宾，陪同官员中，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坐在刘建超、曲青山2个正部级官员之间。排在曲青山之后的是孔绍训等其他副部级官员。黄建发的座次表明，他已经晋升正部长级。旅居澳洲的自媒体人蒋网正8月4号在 X 平台发帖表示，刚刚明确的消息是，黄建发是协助常务副部长工作，之前的消息是说胡和平担任常务副部长。由此可看出，中共四中全会前的人事卡位博弈异常激烈。2025年4月，中共官方证实，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和李干杰的职务对调，石泰峰转任中共中组部部长，李干杰转任中共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亲信，中共党校校长陈希的清华校友。习近平在中共18大上台后，陈希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部长期间，李干杰获大力提拔，试图一路窜升。李干杰调职前后有诸多异常动向，尤其中组部多名高官或被调离或被查，其老乡湖南籍高官接连落马，为李干杰仕途蒙上阴影。黄建发实际上担任了中组部新主石泰峰的第一副手，很可能是为中共21大的提前布局准备的重要一环。从今年4月至今，短短的3个月，中共组织部这个核心的权力机构，从部长到常务副部长全部换人，这显然超出了正常的人事调整的范畴，标志着权力的更迭。
7月，人们从中共公安部的官方网站上发现，新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凌志峰已兼任中共公安部特勤局局长，而前任公安部特勤局局长是公安部副部长王志忠。3个月前，他改兼任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并卸任公安部特勤局局长。而王志忠是习家军公安部长王小洪的下属和亲信。还没到换届，马兴瑞便不再兼任新疆党委书记，改由陈小江担任，李干杰、石泰峰的职务对调，这都属于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届中调整，实属罕见。辽宁日报去年8月1号报道，辽宁省庆81军政座谈会在沈阳召开，北部战区司令员黄明出席，间接证明了黄明已由中部战区司令员调任到北部战区任司令员。今年5月，网上就传出黄明被停职出事的消息。今年8月1号，辽宁日报在报道辽宁省81军政座谈会时，没有提到北部战区司令员黄明，只是提到了北部战区政委郑玄。今年62岁的黄明是张又侠的亲信，在2023年1月，首次以中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公开亮相，晋升上将军衔。2024年8月，黄明调任北部战区司令员。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黄明落马，如果黄明落马属实，说明中国政局异常复杂。黄明既可能是习近平抓的，也有可能是张又侠自己抓的。在习掌权力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刻，如果黄明背叛了张又侠，张又侠抓他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习近平真是大权在握，可以拿下张又侠在军中的人马，那为什么他军中的亲信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等被抓，甚至失踪，他都无能为力呢？而且军队里遭整肃的高级职位空缺，大多是由张又侠的人马代替呢。有整肃军队时把自己亲自提拔的亲信全干掉的傻瓜吗？所以张又侠还是主要控制着军队。中共官场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大批70后出生的人或晋升要职。6月16号，中共山西省14届人大4次会议召开。70后51岁的卢东亮当选山西省省长，他是中共19大后任职时最年轻的省级政府主官，打破了此前殷勇保持的记录。2022年10月，53岁的殷勇任北京市代市长。2013年3月，陆浩任黑龙江省代省长，时年45岁。7月24号，中共长春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6次会议，决定顾刚为长春市代理市长。顾刚是第一个75后副省级市市长。7月24号，中共内蒙古14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唐毅任内蒙古副主席。据中国人士观察在 X 平台披露，唐毅是第15个75后副部级官员。而2020年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张文彬是第44个70后副部级官员。7月18号，中共广西14届人大4次会议召开，补选区主席，1970年出生的韦涛当选为区主席。据中国人士观察在 X 平台发帖表示，70后副部的任命在2020年开始提速，从2019年年底的21个到2020年7月24号的44个，再到2020年年底的57个。2020年一共任命了36个70后副部，其中30个是70后副省长。2025年至今，一共有3个75后被任命为副部级官员。习近平、张又侠他们都是50后，现在都已70多岁。无论他们怎么贪恋权力，他们都斗不过岁月，到时都得遵照天意撒手权力。在中共的权力更迭中，这些70后相继上位，他们的想法谁又能控制得了呢？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